明顺很臭很臭，臭到你受不了。哇，那个布就在我旁边，我来，好 please， 你觉得我会爱他吗？我觉得不可能的。全听你说。啊，累。一four一 G， 都区有 four，OK 去。OK， 开工了，待会把东西放好。等一下啊！哎，准备，我还有东西。来，给我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好好主持，啊，就看怎么样了。OK， 我去准备。你来跟我讲啊。为什么有人拍的？那是凤姐。凤姐你好，你怎么变成一个狮子了？我等你很久了，今天就他访问你。所以我刚才好久不见，你好文静哦。不是，我你刚才是跟他讲说我很文静啊。对，你怎么变成那么安静？姐你好，今天就他来访问你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节目组放这个就已经呈现对你已经多了解。这个是你对我很开心，对最爱。对啊，我看到这个我也开心。我们用这个来欢迎你以外呢，也就是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为你做了很多的功课。是吗？是的。真的吗？因为你这直是我们的国民女神，你知道吗？难得，真的，你不要笑这样，国民女神。可能我要笑得好一点。我一定要说得很好，因为这你难得上节目，你是哇哦女神，影视歌山七没关系，你还是一个好艺人、好妈妈、好老婆、好媳妇，尊敬的前辈。哇，谢谢，真的真的很难得。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发 iPad， 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你很多惊人的历史。那个，你从出生的第一刻就让人哇哦！如果论新加坡演艺圈谁出道最久，我跟你讲，范文芳不是因为他的年龄，不是因为他的年龄，是他出生不到2个小时就上了报纸。是，你就出道了。对，因为你是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新年宝宝，然后听说我妈说就。可能在那一天出世的宝宝的里面，然后你就上报纸了，应该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个听我妈说的。注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天生注定就是要吃这一行饭的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你出道是因为那个模特儿界。其实，如果要追溯的话，更早，我都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谁年轻谁老。你跟王璐江是童星啊？没有啊，其实我们不算是童星，我们算是演员。就是儿童演员训练班的，然后后来不知道毕业了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们就可以去参加录影，那拍什么我也忘记了。那有一天我还跟他一起放风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一直跑来我这里？”这样子，就我跟他还是同一班的训练班。我看到资料说你们2个一起放风筝，放到都脱皮了，害到说，然后都不知道你们俩自己在拍什么。那一集的那个 episode 好像叫风筝，其实我们也不是最主要的，其实有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放风筝，放了一整个下午，然后在1个星期之后，你就看到这边一直湿，就真的是很恐怖。所以那个就是你童星的开始了啦。是，那时候才几岁？6岁。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是小1、小2了。7岁8岁。对。就是阿姐已经要出道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你在16岁的时候，你在街上随便走走，你就哇哦，第1名上杂志封面。对，那个真的是很幸运啦，那个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？你也可以现在教我们一下吗？那个是因为那天。我跟我的女朋友在街上走，然后我们在逛街，那刚好我还记得那个是私家董的一个那边的柜台，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化妆，然后可以拍照，可以参加一个封面女郎。那因为那时候封面女郎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像现在，我们知道有很多 cover girl， 有很多这种比赛，可那个年代就是觉得说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可是最吸引我的说就是可以化个妆。然后做个头发，然后拍照，那有个 Polaroid，然后自己带回家一个。可是
不会把那个封面女郎的那个比赛放在心上。然后后来也是朋友告诉我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照片在里面，你是不是参加什么封面女郎？然后你已经在那个 finalist 了。然后说哦是吗？然后后来他多少人参加吗？那时候你大概记得吗？那个时候他很 hot。没有吧？应该我也不知道，应该那时候我还在念中学，中四。你多久就已经有模特身高的展现？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是模特，比一般人高了。也没有比一般人高，我也不是太高啊，我只是171。只是171。对啊，因为那这边都160多。那个是要当真正的模特儿，那时候已经需要大概176、178以上了。对 OK 对，所以171也还好，也不是说 OK 吧，就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高度。OK， 你说后来你就进了 finalist， 已经到最后的那个。然后再去拍那个照片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对，就冠军。懵懵懂懂的得了冠军。冠军的奖品就是上封面，上封面，然后还有化妆品，还有一个就是去那个 modeling agency 上仪态班。这个时候就是你正式成为一个模特的开始吗？对，可是那个仪态班只是教你仪态，然后上了仪态班之后呢，他们会问你要上模特儿班吗？那你说哦好啊。中间他就会叫你去 advance 走 basic modeling 对 catwalk。对，然后你就要叫你走这种3寸的高跟鞋。OK， 那阿姐，你记得怎样走吗？那时候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3寸，我真的刚刚第一天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对，后来也没有怎么学好了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我当模特的时候很少去走猫步，比较少。你是平面的？我是平面比较多，对我来说很有压力。为什么？可能也是一种 sense 吧。你可以走以前的 catwalk 给我看吗？今天鞋子太大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我会走姐，你会走吗？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就是做模特，做模特之后你就有机会上 cover 你就是差不多都是艺人。然后那时候模特走路，你记得那个脚要这样踢一下，连对 turn， 就 turn 半 turn，then trick quarter turn， 然后 trick 1.5 turn。完蛋了。对，我试给你看，你不要说我今天这鞋子不太对，是在这边吗？这边试给你看吗？我跟你讲以前我出来我们以前你要先亮相。我是那种你是1500块的，我是那种 high T 50块的。我真的以前当年做模特，我有 high T 过50块，你150怎么会有50的？我还应该比你先出道。我50块的。我们要学站那个 T 字步然后对，以前是死的，然后这样跟你讲 half turn， 对，然后 quarter turn，half turn， 然后还有 full turn，你要这样转过来，马上就要看。对，还有先踢一下，踢了再full turn。对，以前的老模特你走到这边之后人家开始走的时候，你就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头一定不能先转，是身体先转，然后你转的时候，没有，我这鞋子太大了，没有，以前是这样，先看着它，要转之前呢，先脸先这边，然后头马上回来，你的身体才回来。你看，而且手要看你在模特什么，然后有什么手势然后这里了，好烦哦。对，姐，你有没有看到当年阿姐的风采？你就是模特，我就是对，你就是模特出道。而且那时候我们模特出道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有当 T modeling 的时候，就是茶舞，人家在吃 high T 的时候，你要自备鞋子。然后3双，一个是黑，一个是白，一个是 new。你做过这种模特？人家在 high T，Of course。然后你在那边穿那些衣服，然后在中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Oh my god！ 我心里平衡多了。你多少钱那时候？我比你多一点点，怎么？我50。我没有50，我80。我Constant、黄素芳，我们都在那边撞过。真的我看过本人。陈传之，曾冰辉有没有？曾冰辉，对，我们的王陆江也是。曾冰辉就是我的年代的，对，你看，陆江就没有，陆江从了小时候我就没有看过他了，好像有没有？他很肥，
后来他很肥，他肥到像馒，他就是你啊，你是石头，他是馒头，很肥。他有肥过吗？他小时候胖嘟嘟的。然后阿姐就从此从模特儿开始就狂接广告去到台湾。后来我觉得当模特儿只是一个 part time， 让我有更多的就是赚一点钱，然后有更多的 independence， 就是可以让我更独立一点点，可以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些自主权。那读书了之后，听说有一个台湾的经纪公司过来找这个女生，他们那个电器公司想要找这个女孩子拍一系列的那个电器广告，所以他们就过来找我，然后我就过去台湾，可能1个月，然后又回来读书，然后又回去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模特跟职业生涯就开始在滋长的了。对，你就已经大概看到那个苗头了，已经知道可能你在这个圈子是适合的了。对，已经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走catwalk，大型的、小型的，然后拍杂志，当平面模特儿，然后又到了台湾去，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那我其实我已经决定了，当我毕业的时候的下个月，我就要去日本，已经找到 modeling agency，因为他们说那时候如果亚洲你可以到日本去当模特是最棒、最好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，OK， 我已经开始要减肥，已经开始筹备那个 portfolio， 一张一张的。后来回来的时候就接到我妈就跟我说，她那个电视台一个监制在找我。就是希望我能拍她的新戏里面的其中一个女主角，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然后就后来就去电视台跟蔡轩监制见面，然后真的他是说很希望我能演他其中那个女主角，我说可是我没有经验，我也不会演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不会太难，他相信我可以的。然后我说 OK 好，我心想说他对我有信心，我应该还 OK 吧。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幸运。你家人支持吗？我家人支持，我家人不支持的时候是我当模特儿的时候，我爸爸很不开心，他觉得女生就应该是好好的去读书，然后去工作，朝九晚五。对他来说，当模特儿有很多的未知数啊，也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一些可能环境，所以爸爸那时候不太喜欢我去当模特儿，所以我当模特儿的时候都是我爸爸接送。然后我去台湾的时候呢，我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我妈，或者妈要打电话给我。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话，我一定要到一个公共的电话亭，然后打电话给我妈，然后或者是他要知道我的 studio 的号码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。真的每天。你爸你妈那么严？对，那你也很乖耶，你从小到大就乖的。我没叛逆过？还好啦，还好。叛逆，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会叛逆过吧，只是那个严重性而已。那你可不可以不介意告诉我们，在模特那个时候，像这样的年龄，你已经算是在新加坡去到国外顶级的模特，或者是说名气是算顶级的，在那个时代可以有多少的收入？肯定有5位数，比演员还多吗？比当时的演员还要多，应该是。对。所以那时候虽然我刚刚签下电视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薪水是比我当模特儿其实少一半。可是我觉得可以有这个机会开始，然后做一些就是自己还蛮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就应该是很珍惜那个机会。所以你做模特，你觉得是爸爸不赞成，比较不赞成。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，你觉得演员跟模特，你会最终选择去跳演员？是因为对，那个是不用再想的，因为当模特儿你只是摆 pose， 你大概做了2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有个瓶颈在那边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是后来我拍戏的时候，我有这个机会拍戏，我真的是很喜欢。我觉得跟模特儿有相同之处，可是却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表演的方法。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受过演艺训练，你也什么都没有，就从模特跳进来这个演艺圈，你就去接演了一部戏。你在拍戏的时候，你没有什么压力吗？你怎么学来的？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来，因为那时候监制对我有信心。谁？蔡轩监制， OK， 他就让我演了第一部。什么戏？那时候就是你那个眉目成真。
然后在我还没有收工的时候，化妆师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签给电视台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没有签。”我说：“可是你的名字已经在我们的第2部里面了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有点开心，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名单，哎，真的我的范文芳名字在那边。再过几天就接到何方明监制的电话，他说想要约我去 office， 然后聊故事。然后听他说故事也是一种享受，就在那边哇很感动。我说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吸引人的一个角色，可以让我演？对，勇者无惧。对，勇者无惧。静怡，静怡，你有没有听到我在叫你啊？然后就这样子，应该到第3部的时候才正式签约的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哦，在当时那种初心啊，就是除了你很喜欢以外，在电视台里头，你会觉得第2部有你的名字，很像中大彩这样？对啊，我觉得说哇，好纯情，真的是很开心，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有幸运女神的眷顾，然后觉得说哎，真的是很不可思议，会有点慌，有点怕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挑上这个这么重的身份。你有没有被整过？不是整过了，对我来说，好像如果比方说我在拍《血爱迷情》的时候，导演西滨导演他一直叫我重复在那个草地上这样滚下来。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洁癖，然后我有过敏，他就一直叫我滚，一直叫我就一直在那边忍，一直忍。然后后来我自己在那边就不能控制的就在那边哭，然后他也吓到说为什么这样？对，我讨厌你们这种女人。为什么呢？明明可以不用哭，直接骂到他哭咯。骂到我，骂他咯，骂西滨咯。可是因为那时候你好需要保护我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你也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。其实滚山坡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。对滚山坡你做哇，范文芳阿姐滚山坡很简单啊。滚山坡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。我何止滚山坡，我还那时候拍那个神雕的时候，有一个动作是要从上面这样卷下来，就这样，我就问那个舞者，我可以自己做吗？其实有很多的那些 stunt， 我都会抢着想要去做，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有职业道德。You spoil my kid. You very spoil my kid.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不对的。你看，但是不对，真的。我现在告诉每个新的演员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因为你的身体只有一个。哎呦，真的，对吧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从很早就领悟到这个。哎，你太聪明了，真的，你比我聪明多了。那时候对我来说，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什么都想尝试。后来我去美国拍戏，我们有签那个保险，然后有很多的动作我们演员是不能做的。他们告诉我，演员就是演员 ，stunt 就是给 stunt 的人做的，所以这是有个差别。是，可是，在以前，因为懵懵懂懂，再加上自己对职业的偏爱跟认真，那个时候的文芳有犯大胆啊，然后犯拼命13娘啊，对呀，就是犯工作狂啊，对，然后永远都保持着最佳的状态啊，像有嘉宾上我们节目啊，讲说他最佩服的人也是你，你除了专业是圈中大家都懂的以外，又准时又专业，最重要的是你无论何时何地，再怎么样熬夜，再怎么样辛苦，第2天看到的范文芳一样是那样美的，而且美到会发亮的那种。你怎么做得到？我也想做到美，我知道我天生的啦。但是怎样让maintain到让人家觉得说第2天 still fresh？ 哇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stay fresh， 可是就会让很照顾自己，就好像我老公说，我除了工作以外，他就是第2个。就比如说今晚我们吃饭，然后明天我有早班的话，我说老公我不吃了。或者我今天可能7点放工，明天有早班的话，我说我今天不吃了，你打包来我家吃吧。我电话也不听的，我老公也找不到我。他说你在干嘛？我说在拍戏。为什么我打了10多次你没有来接？我说我在拍戏啊。我会把整个生活的一切交给我的演艺，
哇，你跟你老公真的是两个都工作狂。我记得明顺在访问中也讲过，他希望有一天要拍戏拍到死在片场。哈，不，敢他不是，他说他就是希望他拍到老，拍到死。会是他耳朵，为什么？他也死在片场了。他为啥？就是他希望他最后1分钟都还是在这一个舞台上，对这份工作的那个热忱跟热爱。太喜欢了，因为我们太喜欢了。OK， 所以 OK，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4个哇哦，就是阿杰在1995年，就是我们的第2届的红星大奖。你出道没有多久，就在当年第2届拿下了最佳女主角跟最受欢迎新。拜托，别再放那个片段了。那最佳女主角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因为我的戏龄才1年多，那我明年应该拿什么呢？你以前那个年代还不算媒体很广泛，但是一件事情就可以爆整个涛都在炒1个礼拜，对 ，so a bit 很烦啦，很烦啊。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得跟媒体说这不是我的意思，对，我只是默默的承受，然后也让别人就是越 snowball。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懂得怎么去 handle， 也没有人帮我去 handle， 很可怜，对，真的很可怜。我觉得那时候的我真的是很可爱，很直接，就是当时候一个有点开心到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状态。OK， 就从那一件事啊，其实就我有听人家去分析过，他们说文芳啊，是一个非常没有心机的人啊。谢谢你看懂我。然后我那时候站在旁观者，我会觉得不招人忌乃庸才了。OK， 你太闪闪发光了，忽然间你要招架很多的舆论、名气、工作量、工作的那个考验。可是我觉得当年那个挫折啊，就是那个误会。文芳本来是开开心心的跳进电视台，结果他从那一次之后，他就每一步都开始变得很小心了。是。我觉得你的笑容开始变了，你开始变怕。有一段日子，我真的是很怕，不管说什么，我都会很小心翼翼。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很不开心，访问我的人也不开心。我拿不到我要的东西。那个每次可以让我有一个 caption 的人跑去哪里？然后我也不想要接受访问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反正我说的都可能断章取义，或者是被放大。可是慢慢的，我发现这样子是不行的。我不可以这样子约束我自己，我一定要放得开，我一定要接受我自己，想要说什么就尽量说什么。那个是很短的时间吧？那个是很长的时间，大概有几年的时间。对，慢慢过来的，不是说可能一下子就懂，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，对，也是要慢慢自己去沉淀，去撞到了一些墙这些。对，谁在那个时候是你最好的一个导师，或者是一个心灵的陪伴？有没有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那天晚上我刚刚拿到奖的时候的那一年的，再过几天我就去跟我的发型师 David 吃饭，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委屈，吃饭的时候就哭了。他就说：“别哭，你不应该哭，哭没有用。”我记得，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对，有道理，不要哭。哭没有用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哭你可以哭，可是哭过以后的是什么，你自己要懂。你可以哭第1天、第2天，你释放了情绪之后，你要完完全全的沉淀下来，去看看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不能去怪别人。我觉得要先看看自己。哇！而且那时候的舆论是只有人说，没有你说，我们没有平台。对，我们没有平台，所以要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才可以去面对别人。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练到那种 immune system 的呈现了。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管，真的。有没有最伤你、让你最印象最深刻的？觉得我杀你，还是你杀我了吗？为什么你们把我用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走不出来？
我觉得最走不过来的时候是那时候我在拍戏，然后我老公的爸爸去世了，我有要求去马六甲，去在他身边，可是那时候的监制他们不让，然后我看到报纸说，哇，这个未来的媳妇换成是以前，就可能要进猪笼啦，说的非常非常的难听。我看到报纸之后，真的很难过。那时候我觉得，作为一个报纸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那我会说换一下，你是不是太听话了？听话的有时候有点傻。可能也是有点傻，可能有点太听话。因为凭那时候的阿杰，人家也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，跟你可以不做什么。如果你稍微主动一点，有啊，我已经去说了，已经去要求了，可是不行啊。对，那如果我走了，停拍了，那又是我的错。对，不去又是我的错。那怎么办？对，那怎么办？我的监制跟我说，跟我道歉，他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可是已经太迟了。人生最大的遗憾吧？我觉得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一个真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个时候明顺怎么？等一下。怕等一下你的经理人来看我把阿姐弄哭，因为我只觉得讲到这个，因为明世平，我可以喝一点，缓一下。有没有想到高高在上的阿姐要爬多高？你知道，你就要承受多少的压力？等一下。OK， 姐，你会喘不过气来，是因为那时候的委屈，还是心中的遗憾？到现在那道坎还补不过？不需要这么控制自己的。我觉得这么说好了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受苦，身边你爱的人跟家人不能受苦。就是遗憾没有陪老公。看到他爸爸最后的一面，而且可能你年纪大了，你就觉得家人很重要。老公的遗憾是，他没能在他爸爸的身边看到他。那我的遗憾是我不能陪在我老公的身边。其实是很简单，几个小时我就能陪他。那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是一辈子的一个共同的度过。爸爸只有一个。你觉得明顺在那个时候很苦，你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应该是，我相信他应该是希望有人陪他。虽然他跟我说没关系的 ，baby， 我 OK 的。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发生，都是让我去上一个课，让我去学习到要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。事情没有一定的对或错，他有说到最后，他没有如果，他只有结果。既然已经都到了结果，不会有完美的，终究会留下些遗憾。可是那过程当中，你真心，你尽力了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可能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等等的一些，但是你的心意是在那里的，你的无奈跟你心疼他的心疼，其实都是最珍惜的当下就够了。你跟明顺的爱情其实是新加坡最美的一段爱情故事，除了郎才女貌以外，这个有点好笑。除了郎才女貌之外，你陪伴过明顺度过他人生的最低潮，你也是我的偶像嘞。你真的是我的偶像嘞！你在那个最明顺、人生最大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好温柔的伴着他度过那个危险时机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很多事情发生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是跟他说，好好的去解决这件事情，其他你不用管。你怎么度过的那个时候的你？就是把自己交给工作，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。你那时候很多重点都放在你身上，明顺不出话就跟着你工作，看着你的言行举止，看着你有没有一丝的疲倦，从蛛丝马迹当中判断文芳的答案在哪里。可是我觉得苦，我觉得他比较苦，我只是很简单的把自己沉迷在我的工作里面。我只记得明顺跟我说，工作就好，不要来看我。然后我记得第一天就是收工的时候，我想打电话给老公的，哎，才发现电话已经停止了。然后我想一个惯性，然后哎，哦对，然后就放下电话。你这点才会触动到我，你忘记他进去了，忘记了。你们是这么相爱的啊？也还好。你这一点反而触动到我了。你不哭吗？那个时候？一点点。为什么？那时候我觉得哭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心疼他在里面呐、那当然。对啊，然后忽然下班了之后，然后他找你的爱的时候，他过得好不好？对，他吃了什么？有没有人欺负他？对，对不对？吃什么？你一定他那么爱吃。晚上睡得好不好？晚上睡得好不好？然后能不能熬过来？对，熬过来之后怎么面对？对，要怎么面对？那算不算是你们夫妻一起共同度过，算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？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，因为有很多的未知数，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，只能就是一定要去接受，然后去把整件事情弄好。等到事情发生到一半的时候，差不多的时候就可能会比较安心，因为可能已经接受了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会比较平下心来。等待是比较辛苦的，当知道他的时候，就是面对他，然后放下他，就等结果。对，就等结果。对，你们是保护了4、5年之后才公开，公开了之后长跑了9年才结婚的。蛮久了9年才结婚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没有在算，这个问我老公比较清楚。为什么？他对数字比较敏感。OK， 那我帮你们讲啊，我跟你们，我们有做了一些统计资料，就是你们总共合拍了几部电视剧，你知道吗？跟你算到来都第3集了。8部吗？有这么多吗？ 8部电视剧，而且全世界人都以为你们早就暧昧、早就有关系的，就是那一部《神雕》。神雕是在1998年的时候啊，是吗？1998年的时候，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在一起。对，你们是拍《星锁》。是3年过后，98年、2001年的时候，星锁那部戏才在一起的。所以神雕的时候，你们那时候是对彼此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？概念，因为人家觉得你们那个时候就是在一起，到现在还是最完美的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们2个应该是很想把对方杀死，因为那时候明顺他也很累，因为他演杨过，他常常迟到，然后
最对迟到大王。然后他最狠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知道他住在哪里，然后我就说走，我们去他家叫他起来，扣。对，他看啊。这么不专业，你为什么要原谅他？你根本早就喜欢他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一定要开工，不然已经拍了7个半月。你为什么要原谅他不？是，最主要是我已经化好妆了，把他揪起来，然后一起拍，不要浪费我那个2个小时的化妆好吗？我是听说你们还在大热天里头穿着雪衣雪蓬，然后明顺很臭，臭到你受不了。对呀、因为他杨过不是那个有一个什么剑吗？那个剑放在那个一个布，那个布就丢在拍戏了之后就丢在那个卡车上面，然后你拍打戏你就流很多汗，就有汗的味道，然后下雨的时候又有下雨的味道，然后又再丢在卡车，然后第2天又再来。那个布是没有洗的7个月来，然后我每次晕倒在那边过儿的旁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布就在我旁边，我来please， 你觉得我会爱他吗？我觉得不可能的，我真的是我很上戏，因为真的很臭。你有跟他讲过？我说你这么臭，你受得了吗？他说。有吗？有臭吗？我说你闻一看。他说真的很臭。我说不能洗吗？他说不能洗，每天都要用。我说哦好。说你对明顺的印象就是爱迟到、不准时、不是很专业又很臭的一个演员。臭就是那个布的关系啦，就不关他的事，可能就每天都看着他，然后要含情脉脉，然后又很想。揍他就然后听说明顺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些口音逗着你，必须要晕倒的戏，还是要死掉的戏，你还要不能笑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在新阿郎的时候，然后我是饰演小云，那我新阿郎也是明顺第一部戏是吧？应该是第一部吧？对，应该是不是他的第一部，可是我们2个的第一部。你们俩第一部。对，我记得有一个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我就生病了，他就拿着我的耳朵，哎呀。你发烧了，对。喂，小云，怎么了？你病了，烧得厉害呢。What？ 那你怎么样？然后我在发烧了，我跟他讲，他就觉得什么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他就说哦，那你好好休，我关灯了。哎呀。那你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就很想笑啊。神雕蛇为什么我这么讨厌他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比我还爱美，他的镜子比我大，然后每次这边，他也这么专业吗？我知道的那个明顺啊其实我会更敬佩你。他以前是贪玩的，他除了帅以外，你还喜欢他哪一点？他真的很照顾我。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照顾我。他追你是吧？他主动的那个追你，感动你。对，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，我生病了，我没有接电话，然后突然大概7点多傍晚的时候，这种收工的那种时间段，我就听到一个人我发怎么样了？他在楼上，我听到他跟我妈妈说话，他讲了，他吃饭了没有？他看医生了没有？什么？然后那我说就躺在床上也起不来，然后开了门，顺便你吃了没有？什么？我说我不想吃。OK， 后来他就跑掉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是干嘛。他在厨房里面，原来在弄粥给我吃。No， 他在之前一定更追你，他都可以叫你 baby 了，也就是他追求的很。来，谢谢吗？叫于凤阿姨，看叫于凤阿姨。嗨，我看到小明星。你在说我什么？说我知道是吗？太厉害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很生气，然后我不拍了，啪我就走了。晚上的时候我不敢关眼睛，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那个画面。